大家晚上好，這裡是洞見，我是素年锦時。今天你過得好嗎？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2026年我就做2件事，搞钱、讀書。我們一起來聽。馮驥才說，新年是檢討和許願的日子。新的一年，新的開始，心之所向，行之所往。以前面臨這樣的重要節點，我總有無數的事情要安排，無數的目標要計劃。但對於2026年，我決定把複雜的人生課題簡化，只錨定2個方向：搞錢、讀書。這2件事足以讓我在新的一年裡活得踏實、清醒、有力量。搞錢，讓世界不再為難自己。作家李敖在《錢是個好東西》裡講過一個故事。司馬光當宰相時，與人聊天時會問：“你家有錢嗎？”被問的人都很奇怪，司馬光這麼大的官兒，怎麼會關心我有沒有錢這種小問題？司馬光的回答，用今天的話說，人沒錢就不能不為5斗米折腰，有錢你才有獨立人格，錢不僅能使你不致餓死，還可以保護自由。錢不是萬能的，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。兜裡的錢是不愁柴米油鹽的底氣，是病榻前的尊嚴，是我們對生活討價還價的籌碼。成年人的體面，一半取決於賬戶餘額，一半來自賺錢的能力。2026年，請專注搞錢，你會發現這個世界也會對你和顏悅色。引爆自律律作者黎強 Chris早年在北京一家事業单位工作，他當時工作清閒，但收入不高，勉強能夠支撐一家3口的生活。直到2胎的到來，生活陷入了兵荒馬亂。老大要上幼兒園，報培訓班；老2出生，要買奶粉，請保姆。再加上房貸和日常衣食住行，全部放在黎強一個人的肩膀上，讓他整夜的失眠。山窮水盡時，甚至要靠貸款維持生計。後來他聽從老婆的建議，開始投稿賺錢，在各種平台上瘋狂寫作。從那以後，他下班後第一時間趕回家接老婆的班，照顧孩子。等孩子一睡着，他就躲進書房，構思選題，找素材，寫文章。實在困倦的時候，就沖個涼水澡，再繼續。隨着他的努力創作，他的稿費也越來越多，終於不再為一家人的生活發愁，焦慮也隨之消散。到了年紀，你會發現，生活中的很多苦悶與憂愁都和錢有關。父母體檢單上的數字不會跟你談情懷，孩子興趣班的繳費通知不會跟你講理想。那些你想護着的人，都需要你用錢為他們遮風擋雨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，這句話對個人同樣適用。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，財富水平框定了我們的生活層次與人生選項。2026年，把搞錢當成一種修行，錢袋子鼓起來，世界自然不再為難自己。同時，你會發現，在這個過程中，你不僅贏得了財富，更贏得了一個更強大、更從容的自己。讀書，讓自己不再為難自己。許倬雲說，我們讀書不是為了學位，不是為了地位，讀書是為了生命，讀書是為自己求心之所安。如果說搞錢是為了謀立身之處，那麼讀書就是為了尋一處安心之所。白先勇身為白崇禧之子，家世不凡。
童年時期，他生活在類似大觀園的大家族環境中，家族成員眾多，父親因公務繁忙，極少陪伴他。後來因為肺炎，白先勇被隔離了4年。4年的隔絕使他的性格變得敏感，少時又歷經戰亂，這些磨難奠定了他的性格基調，敏感、多思、悲憫。這時候，《紅樓夢》給了白先勇很多慰藉。他將大觀園裡的故事與自己的命運對照，因孤獨與病痛，他對林黛玉的悲劇命運感同身受。正如白先勇所說，這輩子從來沒有離開過賈寶玉。此番境遇中成長起來的白先勇，明白了賈寶玉所悟的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禪機，霎時心誠如鏡。所以他寫台北人，借着尹雪艷之口說出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，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受富貴呢？在閱讀中，他完成了與自己、與家族、與時代的和解。不讀書的人只能困在自己的認知裡，自怨自艾；讀書的人能踩着文字的階梯，看到更大的世界，讓躁動的心慢慢靜下來，找到內心的答案。歷史讓你明白興衰規律，哲學使你學會審視人生，文學讓你體察人性幽微。說到底，讀書不是為了逃避現實，而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，面對自己，接納自己。毛姆也曾說过，培養閱讀的習慣，就是為了讓自己得以逃離人世間幾乎所有的痛苦與不幸。1884年，10歲的毛姆因父母雙亡，被送去叔叔家寄養。叔叔異常殘暴，經常毆打毛姆。每次被打後，他都會躲入家裡的那個藏着幾十本書的儲藏室。只要開始閱讀，無論受了多大委屈，他都可以靜下心來思考自己的出路。等到年輕的時候，他因感情問題陷入痛苦，整日失魂落魄。百無聊賴之際，他翻看了《呼嘯山莊》，立刻被書中的愛恨糾纏觸動。看到最後，他突然頓悟，人不應被情愛困住，要做自己靈魂的主人。從那之後，他放下舊情，看淡遺憾，重燃生活的熱情。書籍是靈魂的栖息地，你抱怨生活，文字裡自有千萬條路；你困於感情，書裡有通透豁達的智慧。2026年，把每天刷手機的時間分出半小時給書本，讓閱讀成為生活的一部分。當你養成閱讀習慣，你就擁有了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。無論外界如何喧囂，你都能隨時退入其中，獲得平靜。你會發現，讀書能讓你的內心慢慢平靜下來，而這種平和正是與自己和解的開始。過去的1年，無論生活是否滿意，工作是否順心，都已經過去了。對我來說，新年新氣象，我會以全新的面貌投入到全新的1年。2026年，搞錢時拼盡全力，讀書時沉下心來。搞錢是向外扎根，掙得對抗世界的底氣；讀書是向內生長，滋養出接納自己的心力。點個推薦，和大家共勉。